哎，打包。嗨，法兰克，哇，我最近有一个想聊的事情，跟感情有关。是什么事情啊？我一听到是感情的事情，我就很感兴趣。我想问的是，当两个人关系快要闹掰的时候，你是劝分还是劝和的？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劝分，什么是劝和吧，好不好？劝分呢，就是你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两个是情侣关系，正在谈恋爱，然后呢，他们已经关系可能出现了一些矛盾，现在两个人吵架吵得比较厉害，这个时候你会希望他们和好，就叫劝和；如果你会希望他们两个分开，就叫劝分。我本人呢是绝对劝分的，你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可以用“绝对”这个词来形容自己？难道你就不会有希望别人劝和的时候吗？我是觉得，如果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那些可以解决的小问题啊，或者是小矛盾啊，他都不会上升到说吵架吵得很厉害，然后要跑过来问我怎么办的程度，说明那就不是一个他们在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是可以轻松解决的小问题，你觉得呢？哦，有点这个意思。因为我以前是个劝和的人，我总觉得两个人之间互相喜欢、互相有感情的，就会做出妥协、做出退让，然后为对方去改变。但我现在是一个比较劝分的人，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问题它其实是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伴随着他长大的一些想法跟行为习惯，他已经很难去改变了。就像我一直用右手去拿筷子，现在突然让我用左手，那就是非常一下子难改变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愿意去改变。所以这种时候，与其让对方去改变，或者自己去退让做调整，那我觉得不如大家分开。因为年纪越大，会发现时间越珍贵，不想要在这个上面再花太多的时间，我宁可去赶快的去调试一下，然后去找下一段新的关系去发展。我现在是这样的。嗯，其实我跟你想的也差不多，因为我是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对吧？对。如果是有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根本就不会发展到一个说我们要不要分手这个地步的。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万一有一种情况是单纯的，我对他没感觉了，就是可能我对他没那么喜欢了，这种情况，你也是劝分不劝和吗？那肯定是啊，我觉得你喜不喜欢一个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办法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生活。可是这种感觉不就像是就大家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你快我慢，就是你可能你突然对我没什么感觉了，就难免的嘛，因为每天都是跟同一个伴侣，然后可能过个两三个月，又开始有了新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分得这么草率，虽然就是不喜欢了，但这个节奏也许马上大家又会对上，可是我现在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也很难会说，我想要继续耗着，因为这个，唉，太难说了。你刚刚说的情况是说，因为两个人的生活节奏或者是人生的节奏不一样产生的不喜欢吗？对啊，就比如说我现在不是那么喜欢你，但是也许两三个月后，我又对你是喜欢的感觉了，就是需要休息一下，可能两个人他们太你说，哦，take a break 是是这个吗？意思，是。这个做法其实现在也很常见啊，所以你刚刚问我的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可能都会先建议你们先分手，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是因为你都习惯了有他的存在，所以你会不太想分手。
即使你们两个有很大的争吵，或者是有多么的合不来，你都不会那么快的去分手。哦，那我觉得你的想法是比较成熟的。你是什么想法？不知道，我刚刚觉得你对我的这个看法，你解释了以后，我也是认同的。但是我心里还是会觉得不要那么快的分手，不然到时候分分合合，分分合合的。可是有的时候感情可能真的很难讲吧？对啊，也许嗯。就是还是他该分吧。唉，很难讲了。我自己的话，一旦产生了我想要分手的念头，最后都会分手的。那如果比较极端的情况，你也会劝分不劝和吗？比如说什么情况？比如自己的家人、叔叔、婶婶，或者是爸爸妈妈要分了的情况，你也会劝分不劝和吗？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吗？对，我会啊，当然会劝分啊。因为如果是父母啊、家长，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和的话，其实会对小朋友造成蛮大的影响。哪怕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吵架，但是小朋友其实是可以感觉得到家长两个人当中那些紧张的氛围的，你不觉得吗？对啊，所以我才会希望劝和啊。可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嗯，你劝一劝就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或者说，他们的做法的。哇，那我只能说你真的比较成熟。难道你曾经有过，你劝一劝，然后那两个人真的做了改变，然后关系变得非常好吗？没有，但是我的实际的经验是，劝和的他们想分，他们还是会分；劝分的他们想和，还是会和。对啊，所以我就是怎么劝，后面都发现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就也不那么在意到底是劝分还是劝和了，就当旁观者。你说到点子上了。OK，其实最好的就是不要理他们，哦，也不是说不要理他们啦，因为做决定的人不是我，或是你，你再怎么劝，你讲了一堆，他们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听进去，没错，而且我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是的，我不太想做劝分或劝和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一定要选劝分或劝和，我一定是会劝分的。好，我学到了，你学到什么？你总结一下。我学到了，就是在感情这个事情上面，该躲还是躲不掉的，所以就不要去抵抗这个已经注定的走向了。我就觉得像你一样，好好接受分开的事实吧。对啊，如果是我自己哈，如果是我自己是那个吵架吵到在想要不要分手的那个人，我其实我自己也会再做一次，评估。评估这个词会不会有点太难了？我会再想一想，我到底跟这个人是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的走下去？我们之间的问题产生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然后再真正的分手。再真正的分手。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会去做努力，我不会是说我跟他在一起了，结果后面我们吵架了，就肯定马上就分手。我会先努力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再分手。好的，你最后还是给自己补上了那么一点。我听起来前面很像个坏人，是不哦，是？没有，你不能用好坏去这么讲。虽然你要这么说，我不否认，但是我们不会这么评价。是，补上了一点，好，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解答到你的疑惑呢？没有，但是我很高兴我们对于这个事情聊了很多。竟然没有，好吧，这是一个人生一直要去探索的课题之一吧。嗯，我也觉得。我们下次聊一下轻松的吧，不如就聊一下兴趣爱好可不可以当饭吃？好啊，那就先这样咯，拜拜。拜拜。